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风世界。川普访华已经结束，但意犹未尽。咱们把这些看似散落一地的场边花絮碎片一片片捡起来，再串联在一起，您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中南海高墙内的荒诞政治生态，以及川普那张写满了极致生意经的底牌。咱们先从一个极具喜剧色彩甚至带着点魔幻现实主义味道的画面说起。5月15日上午，也就是中美会谈还在紧锣密鼓进行，全世界都在猜测两国元首在闭门会议里达成了什么惊天交易的时候，跟随川普访华的美国商界大佬英伟达的掌门人黄仁勋突然脱离了那支戒备森严、西装革履的正式代表团，换上了他那件标志性的黑色皮衣，一头扎进了充满市井气息的北京南锣鼓巷。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却又显得无比随性的北京胡同深度游。黄老板先是溜达到了方砖厂胡同69号一家颇具名气的炸酱面馆。这家店本来生意就火爆，店内早就坐满了食客。您猜怎着？这位千亿富豪根本没讲究什么排场，直接端着比脸还大的面碗，就这大喇喇的站在人行道旁边，大口大口的吸溜起面条来。一边吃，他还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连连称赞 So good。 遇到热情的围观群众，更是无缝切换成中文跟大伙拉家常。紧接着，这场街头公关秀迎来了最高潮。一位热情的北京人递给了黄仁勋一瓶老北京的灵魂饮品豆汁。要知道，这玩意儿在中国美食界的地位那可是出了名的生化武器。那种混合着馊水发酵和微酸馊味的独特口感，连很多外地中国人都避之不及。黄老板显然是缺乏这方面的情报储备，笑呵呵地接过来，扬起脖子就灌了一大口。下一秒，镜头精准地捕捉到了他那张瞬间扭曲的脸。只见他眉头紧锁，脖子不自觉地往后一缩，五官仿佛都要挤到一起去了，当场戴上了一副极其生动的痛苦面具，脱口而出：这是什么东西啊？周围的群众顿时哄堂大笑，空气中充满了快活的气息。为了压住那股直冲脑门的酸馊味儿，黄老板转头就跑去买了一杯蜜雪冰城的桃四季春。这还不够，又去糕点买了传统的枣花酥，甚至还饶有兴致地在街边体验了一把民间古老手艺吹糖人。最后他还特意跑到模型店里挑了一个红旗轿车的模型，笑着对镜头说要带回去给自己的宝贝孙子当礼物。到了晚上，这场亲民秀还没结束，他又跑到什刹海公园溜达，被闻讯赶来的民众围得水泄不通。最后在著名的庆云楼饭庄吃了一顿地道的烤鸭。临上车离开前，他还不忘隔着车窗跟围观群众挥手道别。群众里有人大喊 I love you， 黄老板也热情地回复拜拜。看到这里，任何人哪怕是对政治一窍不通的普通人，都能感受到这是一场多么完美、多么无懈可击的公关运作。黄仁勋把亲民、友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以及对中国市场的极度渴望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姿态可以说是放到了泥土里，这诚意可以说是给得满满当当。然而就在同一天，一个犹如晴天霹雳般的重磅消息在中国的网络世界上演了一出诡异的闪电战。据路透社等多家权威外媒在当天爆出的独家猛料，经过漫长的谈判和利益交换，美国商务部其实已经在内部打开绿灯，批准了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在内的约10家中国互联网巨头采购英伟达性能第2强的 AI 芯片 H200。不仅如此，像联想集团、富士康等也被纳入了获批的分销商名单。这意味着什么？这可是川普政府放宽对华顶级芯片出口管制的一个标志性重大突破口。对于苦苦挣扎在算力焦虑中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来说，这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这条消息一传出，中国国内的财经媒体像同花顺、雪球、新浪财经、网易新闻、财联社等等，激动得纷纷第一时间转载，全网推送，奔走相告。可是奇迹并没有发生，等来的是一只无形的铁手。
到了当天晚上，这条足以振奋整个中国科技界的新闻，从中国互联网的各个角落被集体抹除得干干净净。您再去点开白天那些热门链接，屏幕上弹出的全都是冷冰冰的页面不存在，文章已被删除，直接就是一个无情的404。网传的内部消息显示，上头下达了死命令，这条新闻必须全网撤稿，因为谈判谈崩了。白天，黄仁勋在胡同里皱着眉头，咽下那口难以下咽的豆汁，试图用最卑微的姿态叩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晚上，他自家芯片获准入华，能给公司带来数百亿美元利润的新闻，就被中南海毫不留情的全网封杀。这极具荒诞反差的两幕放在一起，让无数看热闹的中国网友哭笑不得。最后大家在评论区里汇聚成了4个字的精辟总结，直接送给了这位皮衣大叔，又白舔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非常有意思了。很多人会问，明明是美国商务部都点头愿意卖了，为什么中共当局反而如临大敌，不仅不让报道，甚至主动选择不买，把送上门的顶级算力往外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在进入下面的深度内容之前，先跟朋友们分享一个保养好物。咱们天天看这些波谲云诡的大国博弈、政治黑幕，说实话非常消耗心神。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才是我们应对这个动荡时代最大的本钱。今天向大家推荐普瑞堂黑参，它采用精湛工艺，9蒸9晒提炼而成，能有效补充日常元气，缓解疲劳，非常适合像我们这样经常熬夜、高强度用脑的朋友作为日常保健。请朋友们多多支持江峰，点击视频下方资讯栏的连结，结账时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 就能享受全球包邮。现在还有超值回馈活动，购买满500美元就直接送您一根珍贵的整支黑参，多买多送，守护健康，从今天开始。好，我们言归正传。很多不明就里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奇怪，包子为什么要把这块肥肉一脚踢开，还要煞有介事的全网封杀消息呢？要看懂这个极度反常规的操作，咱们就必须撕开科技自立自强这层冠冕堂皇、金光闪闪的包装纸，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谁家的私房钱。这里面的核心密码就藏在2个字里：华为。江峰以前在节目里跟大家深度扒过华为的老底，这家公司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从来不是什么纯粹在市场里摸爬滚打的民营科技企业。您回溯一下历史的源头，当年深圳特区刚刚建市，那是一片荒滩野岭，百废待兴。是谁在那里开荒破土、逢山开路？是解放军的基建工程兵部队。而任正非的真实背景是什么？他恰恰就是这支基建工程兵部队出身的军官。在包子的父亲主政广东，大刀阔斧搞特区建设的那个特殊年代，这层千丝万缕、血浓于水的历史渊源就已经深埋在了地下。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推移到几年前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留的那个轰动全球的历史性事件。您冷静下来仔细想过没有？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那么多声名显赫的企业家，有那么多拥有通天手段的高管在海外遇到法律麻烦，甚至身陷囹圄。您什么时候见过中共政府倾举国之力，不计任何外交代价去捞一个人的？当时就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大当家，亲自过问，打了200多个电话，甚至不惜动用国际社会最为不耻、最野蛮的人质外交手段，抓了2个完全无辜的加拿大人作为筹码，顶着全世界的唾骂，硬是把孟晚舟给换了回来。这种超规格、超越国家外交常规的待遇，是一般民营企业家能享受的吗？马云能享受吗？马化腾能享受吗？当然不能。这番操作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全世界一个公开的秘密：华为不仅是中共对外扩张、收集全球数据的科技触角，它更是包子的一只超级白手套，是它用来垄断国家资源、闷声发大财的核心资产。明白了这层深不可测的政治背景，您再回头看今天这起全网撤稿 H200 芯片的新闻事件，一切逻辑就瞬间豁然开朗了。
现在中国国内的 AI 算力市场，官方主推的替代品是什么？就是华为的升腾系列芯片。全国各地的制算中心建设，各级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强制采购案，那都是动辄100亿、1000亿级别的真金白银。在国家安全和自主可控的大旗下，这些钱现在都必须乖乖地流进这只白手套里。如果您是这只白手套背后的真正利益所有者，这个时候如果放任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这些互联网巨头去买英伟达的 H200， 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这些互联网大厂的老板精明得很，他们才不看新闻联播呢。谁的芯片算力强，谁的软体生态成熟，谁的系统跑起来最稳定，他们一清二楚。只要政策的口子一开，这些企业为了在激烈的 AI 军备竞赛中活下去，一定会疯狂抢购英伟达的芯片，因为残酷的商业竞争从来就不相信空洞的政治口号。一旦互联网巨头们都在核心业务上用上了 H200， 华为的升腾芯片卖给谁去？那个被官方媒体吹得天花乱坠的遥遥领先的蓄势气球，不就瞬间被残酷的市场数据给戳破了吗？更致命的是，那只白手套里原本已经煮熟的肥得流油的超级利润不就飞了吗？所以算盘打到最后，结论非常简单且残酷，宁可让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决定人类未来的 AI 赛道上全面落后，宁可牺牲整个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升级的黄金时间，也绝对不能动摇习家军的利益基本盘，更不能打脸那个精心编织用于维护统治合法性的大国崛起的神话。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富丽堂皇、庄严肃穆的国宴大厅，在这里镁光灯下上演了另一出让人瞠目结舌甚至感到一丝悲哀的戏码。5月14日晚上，北京为远道而来的川普及其庞大的随行代表团举行了极高规格的盛大国宴，觥筹交错之间，气氛似乎被烘托到了顶点。按照惯例，东道主宽一帝起身致辞，回顾中美关系风风雨雨的历史，展望所谓的未来。按理说，在这种面向全球直播、代表着国家最高颜面的场合，那份致辞稿肯定是经过无数智囊、秘书班子千锤百炼、字斟句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反复推敲过的。结果呢，在念到中美建交史上最为著名、最具破冰意义的历史事件乒乓外交时，包子当着满朝文武和美国客人的面着着实实的嘴瓢了。他看着演讲稿，把乒乓二字清清楚楚、掷地有声地念成了冰棒外交。55年前，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博士访华，中美开展乒乓外交。冰棒外交这个极具破坏力的发音一出来，把在场所有懂中文的人都给听愣住了。但更有意思也更令人深思的是，这可不是他第一次犯这个低级错误。整整7年前，在举世瞩目的 G20 川习会上，同样是面对川普，他就在全世界的长枪短炮前把乒乓外交念成了冰棒外交。于是呢，就出现了中美的乒乓外交。7年过去了，岁月在变，国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从贸易战到科技战的惊涛骇浪，唯独这糟糕透顶的拼音基础和念错别字的超级稳定发挥是一点都没有改变。咱们平心而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吃五谷杂粮的凡人，谁还没有个嘴瓢的时候？偶尔念错个字，如果放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也就是个茶余饭后的笑料。但在中共那个极度讲究绝对权威的封闭体制内，这件事的性质和它所折射出的内涵就完全不同了。这件事真正让人感到细思极恐的，根本不是他文化水平的高低，不是他念错了那个字，而是为什么整整7年过去了，偌大的一个中南海，无数顶着博士头衔的御用文人，庞大的中央办公厅秘书班子，号称汇聚了天下英才的智囊团队，居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哪怕是极度委婉，极其小心翼翼地提醒他一句：老大，那个字其实念拼不念冰。这说明了什么？这深刻地说明了中南海
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连一丝新鲜空气都进不去的信息茧房。皇上身边围绕的早就已经不是敢于直言犯言的政臣，而是只会察言观色、揣摩上意、唯唯诺诺的现代太监。谁要是敢指出皇上的错误，哪怕是一个最微小的发音错误，那就不仅仅是让领导下不来台的问题，那很可能被直接扣上妄议中央、对党不绝对忠诚、居心叵测的政治大帽子，等待他的就是政治生命的终结，甚至家破人亡。在这种极度恐怖和压抑的政治氛围下，所有人都做出了最符合生存法则的选择：闭嘴。这就是发生在2026年的活生生的现代版皇帝的新衣。同样是在这场峰会期间，特立独行的特斯拉掌门人马斯克居然带着他那6岁的宝贝小儿子也来到了北京的会场。小家伙穿着一件中式马甲，手里提着个小老虎包，模样十分呆萌可爱。中共的宣传机器一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素材啊！为了营造一种万邦来朝、美国首富也向往中华文化的盛世景象，官方媒体立刻开足马力，拼命炒作这个话题。第一财经等官媒纷纷在微博上发文置顶，激动地宣布马斯克用中文发帖了，马斯克说他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了。可是官媒们故意隐瞒了一个细节，马斯克那句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的中文是在哪里发的？是在被中共防火墙严厉封杀的海外平台 X 上发的。更要命，更让中共宣传部门崩溃的是，他这句话是回复给谁的？他是回复给著名异议博主李老师，不是倪老师发布的视频的。大家知道，李老师因为在白纸运动期间大量转发中国国内抗议的真实画面，早就被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国安部门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这下子中共的宣传机器可就彻底陷入了精神分裂的死胡同。他们心里痒痒的，想借着马斯克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往自己脸上贴金，证明东升西降的伟大论断，但他们又绝对不敢让国内网民知道，这位被奉为座上宾的美国首富居然跟一个反共大 V 亲密互动。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一场手忙脚乱的网络大清洗。就在马斯克这条中文回复引发海外华人圈震动的几个小时内，微博上关于马斯克用中文发帖的热搜话题被迅速降温封禁，最后被动态清零。那些原本还在沾沾自喜的官媒报道被指令紧急删除，整个中国互联网上只留下满地鸡毛和无数一头雾水、不知所以然的网民。现在咱们必须把目光转向这次峰会最核心也最让许多华人朋友感到焦虑和不安的话题——台湾问题。在为期3天的峰会落幕后，川普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首席政治主播拜尔的独家专访。在这次专访中，川普毫不掩饰地展现了他那套极致的、完全抛弃了传统外交意识形态包袱的交易型外交底色。他对着镜头公开把美国已经批准的对台湾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称为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这笔军售目前处于被搁置的状态，至于未来会不会发货，什么时候发货，完全取决于中国。在谈到台湾未来的走向时，川普更是用语气相当强硬的措辞表示，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因为他不想为了远在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打一场战争。他要求台湾和中国双方都冷静一点。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他再次翻出了那套老掉牙的说辞，毫不客气地指责台湾偷走了我们的芯片产业，并威胁要对台湾芯片征收100%甚至200%的关税。川普的这些话一经传回台湾，立刻在岛内引发了12级的政治地震和社会震动。台湾的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进行滚动报道，网络论坛 PTT 瞬间炸锅，留言区里充满了焦虑和愤怒。政治人物们更是借机大做文章，蓝营的政客们仿佛抓住了把柄，大声疾呼，这就是盲目亲美、抗中保台路线的必然下场。
绿营则显得有些被动，只能由总统府出面低调回应，反复强调维持现状的政策未变，感谢美国过去的支持。许多台湾年轻人感到震惊、无力和深深的失望。知名网红 Cheap 在脸书上的发文引发了巨大的共鸣，他感叹道：原来我们只是大国博弈的棋子，人家根本没把我们当作死守的盟友。台湾社会产生这种巨大的焦虑和失落感，完全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理性的、看惯了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观察者，我们不能被政客们表面上那些刺耳的狠话带偏了节奏，自乱阵脚。咱们必须把这笔被当作筹码的140亿美元军售细细地剖析一下。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基本的事实，这笔军售其实早就已经在美国国会经过了层层审议，获得了跨党派的批准。也就是说，从美国国内法的层面上讲，这笔钱已经到位，这些武器装备也已经明确列在了交付清单上，谁也抹杀不了。但是按照美国复杂的政治制度，军售要正式启动交付程序，还需要行政当局，也就是白宫，把正式的文件递交给国会，走完最后一道行政程序。川普现在玩的这套极限施压的花招，就是凭借总统的行政特权，把这份文件死死地捏在手里不发出去。那么川普到底在等什么？他手里的这张牌到底要换取什么样的利益？根据我们对当前国际局势蛛丝马迹的深度梳理，我认为这笔台湾军售实际上是被川普拆解开来，分别压在了4个不同的秘密抽屉里，每个抽屉都对应着一张错综复杂、筹码惊人的地缘政治牌桌。第一个抽屉也是藏得最深却最为致命的一个抽屉，是中东的烂摊子。具体来说，就是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隐秘的联系。大家知道，目前中东局势高度紧张，战火边缘不断徘徊，大约20%的全球石油贸易必须通过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这条全球能源的咽喉要道被伊朗彻底封锁，全球能源价格必将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失控，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就会原地爆炸。这对于一向把经济成绩单视为生命线的川普来说，是对其执政根基毁灭性的打击。而在这场中东乱局中，谁能真正牵制住桀骜不驯的伊朗？毫无疑问是伊朗背后最大的金主、最大的石油买家和潜在的武器供应国中共。川普和包子在这次峰会上绝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度的私下利益交换。川普的潜台词非常明确，你动用你的影响力帮我压住伊朗，让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保证我任期内的石油价格平稳。作为你配合我的政治回报，我可以在台湾问题上给你留足面子，把你最忌惮的那些对台高科技武器清单先压在抽屉里不动。这是一个极度残酷却又极其符合现实主义逻辑的大国幕后隐性交易。第二个抽屉是中美的双边贸易与科技大战。大家别忘了，川普骨子里是个极致的重商主义者，关税的减免，中国稀土的出口配额，对美国大豆和农产品的大宗采购，波音飞机的超级订单，以及像 H200 这类高科技产品的市场准入，这些都是谈判桌上锱铢必较的筹码。北京如果想在令人窒息的科技制裁和贸易战中喘口气，就必须拿真金白银来换。而台湾军售这张牌，就是川普悬在北京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你今天敢在贸易采购上跟我翻脸不认账，我明天就可以把那140亿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台湾去。第三个抽屉是台湾必须缴纳的保护费，这一点最符合川普在商言商，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直白逻辑。您看，就在不久前，台湾立法院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刚刚艰难地通过了高达25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在川普的思维模式里，这个世界的安全从来就不是免费的午餐。他的逻辑简单粗暴，你台湾天天喊着面临威胁，想让我提供军事保护，你就得先展现出足够的诚意。这250亿预算就是你交的定金。
在真金白银没有实实在在的落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之前，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先把军售抠住？就是要逼着台湾继续加大国防投入，把保护费交足了，我们再来谈发货的事情。第4个抽屉是美国国内强大的两党政治压力，这是川普手里唯一一个会烫手甚至会反噬他自己的抽屉。虽然他在电视上把话说得很大，把台湾当作可以随意交易的筹码，但他这个政治老手心里非常清楚，美国国会山里那帮跨党派的议员可不是吃素的。台湾关系法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要求美国必须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这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基石。如果川普为了讨好北京，真的无限期拖延对台军售，甚至实质性地损害了台湾的安全防卫能力，他必将面临国会两党的强烈反弹和严厉的政治清算。所以这个抽屉它不可能永远关着，到了特定的政治节点，比如即将到来的 G7 峰会，他必须得开一条缝，给国内的对华鹰派一个交代。所以台湾的朋友们，看明白这其中的玄机了吗？台湾就坐在这4张大牌桌的正中间，既是各方争夺的焦点，也是身不由己的筹码。这就是国际政治最真实、最不带任何浪漫色彩的骨感模样。就在这场充满算计的北京峰会落下帷幕，川普乘坐空军1号准备飞越浩瀚的太平洋返回美国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极具战略象征意义的细节。在10000米高空的机舱里，川普主动拿起那部加密电话，拨出了一个号码。他没有打给台北的赖清德总统，去安抚一下那个刚刚被他在电视上称为小岛，被指责偷了芯片的2300万人民的情绪。他也没有第一时间打给欧洲的那些传统北约盟友。他把这通至关重要的电话打给了以对华强硬著称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通电话整整打了15分钟。虽然事后为了外交保密，双方都对通话的具体细节守口如瓶，但高市早苗随后在东京首相官邸的记者会上十分谨慎却又难掩喜悦地表示，川普在电话里相当详细地向他说明了川习会的内容。他还特别强调，对于川普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替日本发声，为日本着想，他表示深深的感谢，这对日本是极大的帮助。最后双方还再次确认了牢不可破、坚如磐石的日美同盟关系。这短短15分钟的通话就像是一面无比清晰的照妖镜，把川普对待印太地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真实底线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川普宏大的战略棋盘上，日本和台湾的定价体系是截然不同的。日本有白纸黑字的美日安保条约作为法律背书，有驻日美军的庞大基地群作为战略支撑，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扩张、维持地区霸权的最前线堡垒和不折不扣的正式盟友。所以面对对华强硬派的高市政府，川普深知必须打电话去安抚，去通报情况，去确认同盟关系的稳固，以免日本产生被抛弃的战略焦虑。他甚至会在谈判桌上顺水推舟地替日本说几句话，以此来彰显美国大哥的地位。而台湾呢，在川普眼光里，台湾在经济上是美国半导体产业强大的竞争者，甚至是他耿耿于怀的小偷。在地缘政治上，则是一块随时可以用来和北京讨价还价，换取更大经济利益的顶级翡翠。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在电视上公然要求台湾冷静一点，把对台军售当作谈判筹码公开叫卖。盟友与筹码的区别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川普在电视上那些直白到有些刺耳的狠话，虽然听起来让人心里很不舒服，但却是一剂来得正是时候的极好清醒剂。他无情地戳破了岛内某些人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把一个残酷的真理血淋淋地摆在了台湾人面前。在丛林法则盛行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谁会因为你的民主自由而无条件地为你流血牺牲。台湾生存的护身符从来就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抽屉里，也不在那些政客们随口许下的口头承诺里。
台湾真正的底气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张忠谋们带领无数工程师用肝脏熬出来的连川普都感到嫉妒和无奈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在于自身坚实不屈，敢于为保卫家园而战的国防自卫决心，在于每一个热爱自由、拒绝被奴役的普通台湾人。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与其因为大国元首的几句狠话而患得患失，陷入内耗，不如抓紧时间丢掉幻想，把自己修炼成一颗让任何独裁者都咬不动、吞不下的铜豌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请务必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给我们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独到见解，咱们一起探讨。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